女人因为和男友交往5年，一直不结婚，被妈妈带到一位神婆这里占卜。神婆随手拿起铃铛，便得知女人这一任并非正缘，不仅克妻，而且是个渣男。夏金听后气得转身准备离开，神婆告诉他最好拿走那边的伞。夏金不相信的笑了笑，他拿起雨伞走到门口，抬眼看看天上的样子，眼光明媚，怎么可能会下雨呢？这个神婆根本就是个骗子。夏金直接丢掉了伞，他匆匆忙忙地往男友家走去。当到门口按密码开锁时，却始终无法打开。听到有人按门铃，男友这才像做贼一样走出来。夏金问他为什么要把大门锁换了，男人看起来有点紧张，但夏金觉得有可能是他妈妈又来了。进入房间打量后，他把早餐递给男友，自己上班去了。在路上，他接到了同事打来的电话，同事告诉他说今天可能会下冰雹。夏金根据多年经验判断，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，所以就没有关注。很快就到下午了，竟然真的下起了一场大冰雹。由于冰雪变得越来越厚，路上的汽车为了避免车祸撞向围栏，农场里的庄稼也受到了严重破坏，甚至机场飞机都被冰雹损坏。冰雹停了后，气象局收到了一群人打来的电话，夏金也匆匆赶了回来。此时局长正在追问大家，难道就没人注意到这么大的事情？局长通过查看天气图，发现有明确的冰雪信号，为什么没有人提出来？他对着崔科长就是狠狠的一顿臭骂。夏金男友过来说记者都在楼下了，局长只能叫崔科长下去整理现场。就在崔科长刚站起来的时候，突然心脏病袭击，导致晕倒。糟糕的事情都是因为夏金的失误造成的。夏金看到这一幕感到很内疚。在送资料回去的路上，她发现男友和一个女生在聊天，走过去的时候女子已经走了。回到公司后，局长通知大家崔科长心脏出了问题，所以在崔科长住院期间，夏金成为了科长。她现在更加压力山大，连晚上的同学聚会都赶不上了。这天夏金正在看气象图，突然姐姐给夏金打电话说了一件事情，她的男友还没交定金给结婚所用的场地。夏金打电话给男友却没人听，夏金一脸懵逼，正准备下班要回家的时候，又不停地收到各种烦人的消息。她好像有不妙的感觉，赶快给男朋友打个电话，可还是一直打不通。于是她冒着雨去了男友家，这次她直接推开了门，一进屋就听到了奇怪的声音，而且地上有2双鞋子。此时他感到崩溃，这个小哥为了迎合女友喜欢，买下一辆2手车，却分了36期付款。女友在路上东张西望，上下打量，摸了一下车子，居然全是尘土。女人看起来非常厌恶。他们进了餐厅，然而女友的心思完全不在吃饭这件事。第2天，石宇上山享受一下新鲜空气。他将自己看到的美景分享给女友，但这只会让女人更烦。在一个阴雨天，一个男人出现为她挡雨。然而此刻，夏金在车上收到酒店婚礼取消的消息。她去她男友家中，看到一双丢在地上的高跟鞋，轻轻开门，目睹了一个不堪入目的画面。而那个女人竟然是石宇的女朋友。女人回家后就和石宇分手了。夏金回家后发现男友把家里的电视电器都搬空了，究竟因何这么绝情，居然这么对待一个女孩？这个人是我见过最抠的渣男，明明是自己出轨有错在先，但却把前女友家里的电视都带走了。这还没有结束，他将夏金约出来，不要脸的表示房子应该归他。这时夏金才明白了，这个渣男想要的不只是分手而已。男人说要不行就平均分配吧，夏金大骂他简直是在做梦。男人只能恐吓他，如果不平均分给他，他就让全公司都知道2人之前的恋情。夏金气得说不出话，这种渣男真的是早看清早解脱。下午气象局开记者招待会，渣男负责主持会议，而渣女坐在记者席上。2个狗男女眉来眼去，故意恶心夏金。新闻发布会结束后，前男友找夏金询问房子怎么分，有想好吗？夏金告诉他，要1半的房子也可以，首先必须先把那些已经搬走的全部还回来。但男人不愿听从他的话，于是他们开始大吵特吵。这时石宇及时出现，帮夏金消除尴尬气氛。但夜晚，渣男得把所有的东西都还回来。看着被保养得很好的电器，夏金拿出手机拍下每件物品的照片，准备发布到2手平台上将它们卖掉。很快就有人询问东西信息，但是对方告诉夏金，这些东西都是海外直接购买来的。夏金这才得知前男友有欺骗自己。夏金心里默骂了他祖宗18倍，这给夏金气得凌晨4点睡不着觉。但没想到第2天，夏金妈妈收到了前男友关于分房的消息。妈妈得知情况，气得便要去找渣男算账。回到公司，夏金气势汹汹地去前男友的办公室。老虎不露爪，就会让人觉得好欺负。2人的举动吸引了一群围观的人群。夏金当着众人的面透露了他偷吃的事情，告诉他房子自己已经卖了。前男友问他能拿多少，夏金告诉他，当初买房时他出的钱比较少，只能分到7%。男人听到这个有点不高兴了。渣男形象在公司暴露无遗，前男友很快被同事嫌弃。俗语说旧的不丢掉，新的不会来，这就是在和小奶狗交往了。女人一觉睡醒后，
竟意外地发现自己身边躺着的小奶狗竟是自己下属。这时女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喘，她正要赶紧走人时，却被小奶狗叫住了。夏金吓得赶忙躲回了被窝里。时间倒回前一晚，两人约定晚上去酒吧见面，彼此倾诉被前任背叛的遭遇。石宇告诉夏金，在前任结婚的时候，他就直接杀了。婚礼现场，当女友丢掉手中的花束时，他一亮相就直接抢走了花，这让所有人都震惊了。于是他们开始相互吐槽前任的事，指出来渣男渣女，所有的缺点给搬出来说了一遍。所以说，当谈恋爱的时候，看着对方就感觉哪里都好，而离开后哪里都不顺眼。两人因此结成了联盟。夏金发誓以后不搞办公室恋情，但实际情况却飞快打脸。果然爱情来了，发誓也挡不住夏金希望。两人成熟一点，当做什么也没发生。但一大早面对着小奶狗的甜蜜攻势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镇定，但心里早就慌得不行了。而石宇洗澡的时候也惊叹了自己疯了，但随后他脸上又露出一丝微笑。石宇洗完澡后问夏金是否饿了，但发现人已走了。夏金刚回到了家里，就被妈妈质问昨晚住在哪里了。夏金怕讲实话，只能说在公司度过了夜晚。说完就赶紧跑回房间。突然他发现衣服上掉了个纽扣，回忆起应该是昨晚太激烈被石宇拽掉了。而另一边，小狗狗正在去上班的路上，嘴角总是挂着甜甜的微笑。夏金刚准备去上班，但却发现车钥匙不见了。他猜测应该是起床时走的匆忙，掉在了酒店里，于是只能坐公交车去上班。到了公司，石宇突然打了个喷嚏，同事问他是不是睡觉感冒了。石宇嘴巴说没，但我一直在回想着昨晚发生的事情。现在大家都在等夏金来主持早会，夏金还在路上飞奔。在大家焦急的等待中，夏金终于来了。可刚说了几句话，就突然也打了个大喷嚏，让所有人都傻眼了。石宇看见之后，递给他一包纸。早会一完，石宇走过来，关切地问他：“你感冒好些了吗？”夏金却说这只是一种过敏性鼻炎。说完，一脸不开心地回到座位上，突然发现桌子上的车钥匙，一想应该是石宇送回来的，竟忍不住笑了。可马上又打了一个喷嚏。石宇见到后，正准备出门给夏金买药，却遇到了前女友，真的是冤家路窄。前女友问：“为什么你还在这里？”石宇说他已经调到总厅了。前女友不相信地问他：“难道将来还会在这里见面吗？这样以后经常见面多尴尬。”石宇买到药后，走到夏金面前，主动送上关心。小奶狗和女上司赖床了一晚上以后，突然发觉自己迷上他。在公司看到夏金被前男友欺负了，他会大胆地挺身而出，帮夏金兑回去。看到夏金打喷嚏了，他会迅速递纸巾。看到夏金既冒出来，石宇会主动取药给他，并亲自教他怎么量体温。面对如此贴心的男友，试问哪个女人能抵抗住？夏金目不转睛地盯着石宇，石宇温柔地提醒夏金记得按时吃药。晚上下班时，夏金得到二手市场要买净化器的消息，就给他发了个地址，让他来自己家收购。回到家后，夏金还在怀念与前男友共度的美好时光。突然有人敲门，可打开门后，两人都愣住了。看来缘分来了，是真的挡不住。石宇询问夏金这个真的要卖吗？但夏金却突然后悔了，他拒绝卖给石宇，并让他赶紧离开。可是石宇会错过这么好的独处机会吗？于是编了个理由，表示他的音响可是超级厉害的版本，怎样能只卖30万？如果在平台上编辑他一番会更好，可以卖更贵些。夏金完全听不懂，一点都没摸到门道。于是他们俩坐沙发上了，石宇教会夏金怎么做。夏金越来越亲近，突然对石宇的侧脸感兴趣起来。糟糕，有一种喜欢感觉，但并不是因为两人上过床就想要和他交往，这真是个让人受不了的魅力。很快就有人来买了音响，为了表示感谢，夏金决定请石宇去吃夜宵。石宇高兴得不得了，夏金前行，石宇尾随其后，空气都是甜蜜的味道。到了饭馆，俩人吃着炸鸡，喝着啤酒。石宇还关心地问夏金有没有吃感冒药，马上就去摸夏金的额头。夏金像个刚恋爱的小女生，已经沦陷了。这时店里来了3个熟悉的人，夏金吓得赶快躲桌子下。石宇问他怎么了，夏金指向门外，原来是我公司的同事。石宇想保护夏金，他主动上前吸引对方注意，然后挥手让夏金快走。没想到还是被一女同事堵住。夏金迅速进了厨房，然后成功后门离开。石宇成功引开了同事，也随着出来了。夏金问石宇有没有被察觉到，石宇生气地问他：“我们的关系要这么藏着掖着，真的有必要吗？”说完，他走向夏金。男人以为娶了个好老婆，没想到娶了女孩，同样是个负心人。戚俊精疲力尽地回到家，却发现桌上都是剩菜的盘子，到处都是乱扔的衣服，这让戚俊瞬间变得火爆。大概渣男得到应有的报应了吧。辛苦工作一天，还有收拾房间。当刘静到家时，正好看到戚俊在整理垃圾，于是他就撒娇地说着，因为自己工作很忙，
这才没时间整理的。他主动上前清理垃圾，可不小心又把垃圾都又弄出来。看到这么笨拙的姑娘，齐俊真是受不了，直接对她大声责骂：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弄不好啊？刘静也不会容忍他，大骂戚军太没用了，真是太令人失望，连前女友住的房子都要回来，果然是一对渣男渣女啊！这下他们俩就彻底认清了彼此的真实面目。刘静拿着垃圾在路上走，想起前男友石宇，因为倒垃圾这种脏工作，石宇从来不会勉强她去做。本以为找到了理想对象，没想到海王跟渣男在一起，真是出乎意料。现在可真是给自己打脸了。另一方面，石宇大声表白了夏金，表示如果他也喜欢自己，就在一起交往。夏金立刻陷入了石宇的温柔之中，让他有点不知所措。夏金心里明白，我们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，让石宇忘掉过去的事情。第二天，同事走过来问石宇，昨晚离开的那个女生是谁？石宇原本打算糊弄过去，但我同事说他都看到了。夏金听后也开始有些紧张。男同事问石宇有没有女朋友，石宇抓抓脑袋，然而眼神偷偷看向夏金，说还没将人追到手。但同事可不这么想，立马就追问他是不是在夜店遇见的。为了阻止他们继续说石宇的话，夏金立即喊住了石宇，给他安排一堆事情，这让同事们觉得夏金是在故意为难。实习生洗手间里，一个女生拜托刘静帮她和石宇联络认识一下，她不知道刘静就是石宇的前任女友。刘静找借口表示好男人那么多，为什么非得在气象厅找对象，并且我跟石宇不熟悉。夏金听到了这段对话，就在这时候，同事也从厕所出来了。夏金吓得赶紧要离开，没想到同事却说石宇在女生中特别受欢迎。糟糕的办公室恋情让夏金吓得惊恐万分。但是晚上，夏金却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，不好意思主动联系对方，躺在床上默默地看着石宇的朋友圈，嘴角不时挂着甜甜的笑容，像极了刚刚恋爱的小女生。明明好想给对象发条短信，可不好意思主动呀，所以只能把编辑好信息撤回了。夏金准备睡觉了，但不小心给石宇打去了电话，吓得他手忙脚乱。可是石宇还是接听了电话，问夏金有什么事。夏金只能编个借口，让石宇把最新的天气资料整理一下，都打印出来放到他的桌子上。这让石宇一头雾水。一个晚上，石宇没睡，一直在整理。同事们一致怜悯望着石宇，还说这些资料白费了你的努力。他完全看不懂现在的情况。然后同事给他说，有时候上司会故意为难树立威信。石宇还是不信的样子。看到夏金进来了，他赶紧拿资料去问夏金，自己辛苦一晚上没有白忙吧？夏金一时犹豫不决，不知该怎么回答。同事过来送报告，打断了他。就在昨天，刘静找到夏金询问的气象报告，随后又顺便草草写了份乱七八糟的报告，就是为了报复夏金。夏金带着报告气势汹汹地找到了刘静，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报告，质问他难道记者就能把事实弄曲解吗？但刘静完全没意识到只是自己的错，于是两人开始吵架。女人为什么要欺负女人呢？就在他俩激烈争吵的时候，戚俊拿着报告朝两人走来。夏金问他是不是故意想看自己被整的，戚俊说不出话来了，走过来对夏金道歉，并表示自己会解决这个问题的。戚俊生气，对着刘静大声呵斥了一顿，但刘静也不甘示弱，马上又回怼了过去，并表示自己没错。原来戚俊在家看书，无意中看到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中刘静和石宇看起来非常甜蜜，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！他不肯认错，直到看到证据。女人得知被妈妈安排相亲，生气到咽不下饭，立刻回房间整理行李准备出门。妈妈快点出来劝劝。夏金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，并告诉了妈妈，如果不取消征婚的资料，自己不会回来了。夏金说完就拉着行李上车，回到自己买的房子中，马上开始工作模式。而另一边，石宇正准备睡觉，手机突然响了。石宇一看是夏金打过来的电话，赶紧接了起来。夏金遇到工作问题，只能找石宇帮忙。为了展现自己的最佳状态，石宇立刻爬起了来，帮夏金解答电脑问题。随着时间的过去，石宇已经累坏了。这时电话又响了，石宇只能勉强接通。他尽力保持清醒，为夏金解答问题。看来喜欢自己的女上司真的很心累啊。夏金正躺着无所事事，突然听到了门咔嗒声，打开门看见原来是石宇。虽然是一起吃很普通的披萨，但两人却享用得很浪漫，整个屋子都弥漫着幸福的味道。吃完饭后，他们又开始工作模式，能和自己喜欢的人一同工作，是多少人心里羡慕的。辛苦一晚后，石宇不知不觉就睡着。看着安睡的石宇，夏金又心动了，不由得回忆起表白的晚上。早上两个人站在窗户旁，听着一首情歌的旋律，望着太阳升起。石宇询问夏金，如果别人知道了我们的关系怎么办？夏金说，如果同事们知道了的话，咱们就这样分手吧。所以在别人面前就得明确划清界限。然后石宇就觉得很激动，两人说完之后又开始甜蜜互动。
然后他们就抱着对方入睡。当夏金再次醒来时，突然意识到自己要迟到了，他狠狠踩了石宇的肚子。哦，隔着屏幕会觉得疼，恋爱真难啊，不是吗？差点石宇就要废了。夏金告诉石宇不要跟他一起走，让他今天上班就迟到好了。石宇注意到夏金把资料放在桌上，正想着给他送过去，电话突然响了，而看到来电显示，石宇整个人都不好，到底是谁给他打的电话？我迟到了，踩下去可能要好几天才能恢复到热身运动的状态。疼的石宇打滚在沙发上，夏金匆忙的赶去上班，到了电梯才发现忘带东西了，于是又赶紧溜了回去。两人互相对视，气氛有点尴尬。夏金问刚才跟谁打电话了，石宇犹豫不决地说他是之前认识的朋友。其实夏金也察觉到石宇有秘密，没告诉他。上班的时候，石宇主动握住夏金的手，恋情热情高涨，温度飙升至38.6度。夏金突然把他推了一下，让他认真驾驶，脸上满是喜悦的表情。这时候又有人打电话来，一看是骚扰电话就挂断了，这让两人又尴尬不已。但是等红灯的时候，夏金说要在这停下来，可一转头就看到了同事。三个人互相对视，夏金看起来镇定，其实心里已经慌得一塌糊涂。不愧是体现了那句话，终究秘密是不可能永远守住的三个人。等电梯的时候，石宇小声对夏金说我们装傻好了。夏金立马就明白过来，可没想到这大聪明非要解释，队友真是太笨了，这样只会越说越糟。同事完全无视了这件事。到了办公室以后，石宇收到了刘静发来的短信，于是他们俩在公司门外见了面。刘静告诉石宇别再打电话给自己了，并告诉石宇两人以前在一起的事情，戚俊已经知道了，所以他们之间产生了隔阂。石宇说以后会更谨慎，说完话就准备走了，却被戚俊再次撞见。戚俊走到了石宇的面前，两人发生了争执，但石宇气势十足，对的戚俊无话可说。戚俊生气地找到了夏金，问他为什么没有管住下属，是不是故意把石宇留在气象厅来考验他的耐心。夏金瞬间被他弄得哑口无言。夏金还没说话，戚俊便洋洋自得地说道，难道是夏金还对自己念念不忘？夏金立即狠踹了他一脚，并警告他如果再胡扯的话，下次不介意让他躺着出去。果然渣男都这么厚颜无耻的。夏金一脸不高兴地回来，石宇走过去问他想不想喝点东西，夏金说不需要。石宇问夏金是不是生他的气，夏金严肃地叫了一声石宇的名字，却引起了同事们的注意。夏金请石宇一起出去说话，来到茶水间，石宇的举止出人意料，一见面就紧紧拥抱了夏金。夏金警惕地推开石宇，问他这在干什么。石宇告诉他不用怕，这里没人会注意到的。于是两人在茶水间亲密互动。夏等于夏金很开，就消气了。准备离开时，石宇问夏金晚上能不能去他家，还表示两人晚上可以好好喝一顿，可以开门。两人就尴尬了，男人刚刚还在跟老婆吵架，但立刻又在同事面前秀恩爱，直接给了旁边的同事恶心坏了。等同事离开后，男人的真面目显现了，他对刘静说自己在同事面前给他留了足够的面子，所以以后最好避免与石宇见面，即使偶然相遇也不行。刘静表情无奈地说，那你怎么不直接叫我在家待着呢？看着刘静一直和自己对抗，戚俊厚脸皮地说，只有自己才能容忍他这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同事突然回来了，打断了他们的对话。一石头就看见了对面的夏金，夏金故意逗了他一下，果然刘静马上夹了一块肉给戚俊，戚俊被瞒着却满面喜悦。夏金看到搞笑的二人，忍不住笑了出来，随后拿着盘子走人。在走回办公室的路上，夏金意外碰到了石宇和同事，三个人尴尬地等待电梯时，同事终于问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，你们俩住的地方明明不一样，早上怎么碰上一起了呢？两人吓得对视。石宇来到店里，正要去夏金家之前，特意选了一瓶好酒，突然又收到了一个神秘人的电话，然后石宇到了取款机，拿到一把马雷进入一家旅馆。他敲了下门，门打开时居然是个性感的女人，同时夏金扶着一个醉汉跟着进了旅馆。不走运的是，石宇刚刚出来了，现在真是比较难解释清楚了。两人在旅店遇到了，夏金惊讶地问石宇，你怎么会在后出现在这里啊？石宇没有交代原因，表示说来话长。夏金发现他对自己隐藏了一些事情。正当气氛变得尴尬的时候，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出现了，和石宇打了个招呼，临走前还拍了一下石宇的背。看到离开的女人，夏金恍然大悟。经过一番思考后，夏金决定重新思考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他对石宇没有信任，是因为之前被渣男伤害的太严重了，对感情需要更小心一些。夏金说完就站起身准备走，眼看女友误会自己行为，石宇再也受不了了。他告诉夏金，昨晚去旅馆是因为他爸爸，最近老爸一直打扰我电话，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只能去旅店了。一进门就看到老爸在打扑克，石宇爸一看到他就马上开口要钱，石宇生气的转身离开了，宇爸跟了上去，
却发现石宇和夏金在聊天。我听了石宇说夏金是科长。第二天早上，夏金在电梯口偶遇了老王，于是他们开始愉快的聊天。然而很不巧，石宇亲眼目睹了这一幕。老王突然转过头来，看到石宇生气地盯着自己，这让老王一头雾水。夏金上班时突然接到个电话，说有人要见自己，而那个人就是石宇的爸爸。他找夏金说有个紧急事情要跟他聊聊。于爸约了夏金去一家餐馆见面，直接向夏金开口要1000万，还不要脸地说花这1000万让你和我儿子交往也不错嘛。夏金冷笑了一下，表情带着轻蔑。同时石宇看到夏金的手机响了，于是走过去接了电话，得知金妈进了医院，他急忙找到夏金，告诉他你妈妈进了医院。听完后，夏金急冲冲地来到了医院。石宇还在担心夏金那边的状况，于是就发了个消息给夏金，夏金只是瞥了一眼没有回应。担心的石宇偷偷来到医院，看到这么温馨的场景，石宇笑得很亲切。这时想到了自己的家人，于是他去找他爸爸，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给了他。父亲拿到钱之后跟石宇讲，果真女人说的话就比你老爸说的还有分量。听完这话，石宇才明白过来，他彻底怒了，拉住老爸的衣领，把他按到墙上，并通知他以后不要再找自己了。说完就走。他去找夏金向他道歉，夏金只问他有没有吃饭。回到家后，给石宇准备了吃的。夏金对石宇说，小时候自己因为爸爸商业不顺利，选择了自杀。从那以后，自己只能依靠妈妈和姐姐。毕竟每个家庭都有不可忘记的经历，我也有过这样的父亲，所以你也别因为你老伴太难过了。听完这番话以后，石宇感觉好多了。夏金说服石宇同意，如果你一天突然变了心，要立刻告诉我，即使动了心思，也要第一个告诉自己，好吗？因为比较令人痛心的是，面对事实时毫无所知。在爱情里，先展现真实自我的一方，并不是注定失败，而会增加这份感情的稳固程度。如果有人邀请你一起住在一起，你同意吗？这时候石宇觉得这事发生的太突然了。看起来你是个新手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问夏金为什么要选择夏金表示自己不想再浪费时间，只想尽快的多了解你，同时也想确认一下彼此到底是不适合在一起。石宇说，就算住在一起，不代表就更了解彼此，是不适合取决于是否迁就对方的要求。所以这个原因，因为石宇已经历练过了。回想起和前女友分手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同居让对方讨厌这种生活方式，所以他才分手。当还没同居的时候，充满期待，玩腻了就没有意思了。石宇不想伤害夏金，尽管心有不甘，夏金还是理解了石宇的心意。第二天，石宇来找房了，可是这房子太小了，而太贵的就负担不起，他只能找中介，然后如果还有新房子再跟自己联系。晚上他独自站在街上，看着熟悉的街道，竟然找不到容纳自己的地方，不禁想起小时候的事。父亲给他买了一根冰棍，等了一整天，看都没看到父亲。突然下起大雨了，于是他只能去找爸爸，没想到又看见爸爸喝酒又打牌。此时他才知道父亲是一个好地之徒。冷静下来，他掏出手机准备给夏金打电话。此时夏金还在等石宇的电话，等了半天电话也不响。原来石宇很在意面子，所以就放弃了。就这样，石宇整晚都在车上度过。洗澡时来了老王，随后他悄悄跟西老王进入值班室，进去发现有个空床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石宇毫不犹豫地跳上了床，活蹦乱跳的，但这让老王挺尴尬的。工作日上班时，夏金和石宇在电梯里碰头了。夏金问石宇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，石宇说有点事情要做，但夏金还记得昨晚石宇没有给自己打电话的事情。女人打开门，居然看到两个大汉在换衣服，女人很尴尬，不敢看对方。就在刚才，夏金刚刚到公司，一男同事告诉了他，你的组员把值班室的床位占了，其他人没地方休息。听完，夏金气势汹汹的就前往值班室，没想到一开门就发生了这个尴尬的事。此时连空气都像被冻结了一样，三个人感到非常尴尬，希望能找个地洞藏起来。夏金带他们去了餐厅，狠狠地责骂了他一顿，告诉他们从值班室搬走。晚上他们把值班室清理整齐后搬出来，两个无家可归的人只能在车里过夜了。没想到夏金居然看到了，夏金不二心，看着两人这么狼狈不堪，于是就把他们带回了家，告诉他们不是免费的。听到这话后，他们有些不高兴了。正准备走的时候，夏金说道，你们是不是把我当作女人了吧？当二人决定留下来时，夏金突然说想喝酒，于是石宇主动说去买酒。当石宇离开后，这时门口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夏金以为石宇回来了，开门瞧瞧，竟然是喝醉了的戚俊。这时戚俊还要起了酒疯，说非要进屋里有话要说。而还没等戚俊反应过来，突然又冒出来了一位男同事，这下好了，都敢一起了。正当四人惊讶的相互对视时，电梯快开门了，真是好家伙，
刚买完东西的石宇也回来了，看到这么多人站在一起，可把气氛惊讶到了。正所谓4个男人同聚都可以开一桌麻将了。这是我见过鸡社死的大型现场，一个女人家里同时出现着4个男人，包括以前的男朋友和现在的男朋友，而前任看到现任的表情却是这样的。哦嚯，这现场乱七八糟，把所有人都弄糊涂了。夏金可能是受害最大的人了，她大方地拉着前男友的领带离开了。来到小花园，将他狠狠地扔到椅子上，然后对他说：“你怎么敢大半夜跑来这里胡闹？凭什么你说啊？”而七俊一脸娇气地说道：“夏金，你好凶凶哦。”七俊在公司听到了消息，同事们在谈论刘静和石宇同居的事情，于是他喝了很多酒，便来找到了夏金。七俊哇哇大哭地跟夏金说：“他现在好像被欺负了，之前自己绿了你，现在自己感觉也被绿了。”夏金告诉他，喜欢一个人就要包容对方的一切，心胸要开放。谁料刚说完，戚俊就一头扎进了夏金的肩膀上。夏金不知所措时，一度感到迷茫，欲及时下起来，紧紧抓住了气喘吁吁的样子。另一边，刘静正在家里熬着老母鸡汤，就接到了石宇打来的电话。石宇开车把戚俊送回了家。送他回家的帅哥刚才搁到沙发上，刘静就听到他嘴里喊着夏金的名字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明白了。原来戚俊心里一直装着夏金，而自己竟然演了个小丑。石宇回来后问夏金：“当时告诉你我跟刘静同住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不是跟戚军一样，感到被人出卖了？”夏金如实回答：“不算背叛，但就是心情很差。”而石宇一直纠结着这件事，他们俩就像小孩子一样闹矛盾，大家都互不理睬。夏金气得直接砰的一声摔门进了房间，而石宇生气地冲进房间了。这个场景让老王一脸懵逼。第二天早上，夏金妆容一番后，心情美滋滋的，刚要出门，但看到了客厅上的垃圾，他立刻愤怒至极。整理好后，告诉老王，以后剩下的垃圾要立即清理，因为食物的味道很容易散发。这时石宇刚好走了出来，看见石宇后，夏金马上告诉了老王放置食品和餐具的位置，一说完就和石宇擦肩而过。但在去上班的路上，夏金还在回忆昨晚的事情。当他准备打开音乐以改变注意力时，突然有一辆车冒出来了。就在刚刚，夏金上班途中发生了车祸，但因为车险被拖换了，只能给季俊打电话找保险公司了。而在开早会时，因为得知夏金出了车祸，石宇一直心怀忧虑，夏金一直没回信息。此时他的心已离开了公司。夏金的车刚刚被保险公司拖走了，戚俊就请假跑了过来，然后他们一起回到了公司。没想到石宇也目睹了这一幕，他在门口堵住了夏金，说有事要谈谈。上了天台后，询问夏金原因，出了车祸没有通知自己，让他焦虑的会议中没法专心听任何东西。夏金这才明白是自己忽略了石宇的存在，于是他向石宇说了抱歉，但是石宇说别再给我道歉了，每次听到你道款只会觉得自己很没用。说完就走。而在楼梯间刚好遇到了刘静，刘静问石宇昨天怎么会遇到戚俊呢？石宇告诉他是戚俊主动上门找夏金的，而且他还知道了我们同住过的事，现在才发现司意境，戚俊为什么总是对自己漠不关心。石宇看到他这么难过，便让刘静直接告诉他不就得了。但刘静并不这么认为，他觉得男人完全不懂这种行为，如果跟他说了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刘静表示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以后要是遇见了他喜欢的人，肯定也不敢说出来的。石宇想了一下后说，我已经告诉他了，所有你也要理直气壮地告诉他，如果他真的爱你的话，那么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，他会全部接受。刘静惊讶地盯着石宇，他不敢相信石宇交往对象了，非常好奇对方的身份是谁，于是赶紧追上去问石宇，那个人自己也认识吗？该不会是谈了办公室恋情吧？石宇完全不在乎他，转身走掉。会议室里，夏金和季俊正在召开记者会，石宇和刘静一起进来，戚俊脸上立刻露出愤怒的表情。戚俊问石宇，你们两个一起走进来是怎么回事？石宇很快就回复了，没什么特别的，毕竟我不太会纠结于过去的事情。戚俊听到这话，暴脾气顿时就来了。两个大男人为了一个女人，因此大打出手，两人开始在地上展开了你侬我侬，两人可以说是打得难分伯仲。而吃瓜群众们不但不上去阻止，还说快把画面录下来上传到网上。本来好端端的一场记者会，被这两人把现场搞得一团糟。随后两人被局长狠狠地批评了，局长审问他俩为什么会打成一团的，给我如实招来。但二人的嘴就像被502粘住了一样，死活都不肯说出来。没办法，局长只能让两人写检讨书，依据规定进行惩罚。这么盛大的低家新闻，离不开小迷妹的八卦。秀珍告诉办公室的同事们，你们知道季俊老婆的前男友是谁吗？没错，他就是李诗雨特报员。哦豁，而旁边的夏金也是一脸的无奈。吴主任感到困惑，刘静和季俊都结婚了，为何还要打架呢？
当他们正要搞清楚有什么过节时，一旁的夏金终于站出来发话了。他说从中肯定是戚俊有错在先，毕竟我蛮了解他，他本来就很懦弱，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多管闲事，别人的恋爱经历了。大家都同意夏金的观点。晚上下班后，夏金和石宇在一家餐馆碰面了。夏金认真的帮石宇包扎伤口，告诉石宇今天早上的事都是我的错，因为戚俊没跟我说一声就把我的车险给换了，所以我没告诉你。我不想告诉你，是不想让你知道上一段感情多糟糕。石宇叹了口气，便是现在开始，自己越来越喜欢夏金了。如果继续这样的话，自己有一天真的公之于众怎么办呢？看着酷又迷人的夏金，石宇再也忍不住自己了，直接嘴了上去。而更过分的是，两人竟然把旁边的人当成了透明人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豪放啊！可惜的是，两人亲密的动作被车里的人全部看到了。小狗和女老板居然在众人面前做些私密的事情，真不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当回事啊！但俗话说得好，秀恩爱死得快，这不就被前任发现了他们的秘密恋情。戚俊不可置信地回到家里，这时刘静就告诉他，曾经和石宇一起合租过，还说难道同住过就有罪吗？听完这些话后，戚俊心里更加郁闷，然后他对刘静真的接受不了。你曾经和其他男人合租过，而且那个人还是李石宇。刘静跟戚俊说，我和石宇早就分手了，也没有任何交流。看到刘静还在为自己狡辩，戚俊无奈地告诉他，石宇和夏金已经在一起了。刘静被吓到瘫在沙发上，惊讶的说不出来话。餐店里，一位服务员推着一个蛋糕走到夏金旁边，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。夏金惊讶的看着石宇，误以为这是石宇给他布置的惊喜。结果这时店老毕跟服务员说送错了，真是白惊喜一场。注视着对面的求婚情景，夏金非常羡慕。对他来说，婚姻的意义，事情理所当然会发生，是预计的结果。可是石宇对这件事完全没兴趣，他为啥要那么冒险呢？接着他们两个人在路上走着。夏金刚想问一下在餐厅发生的事情，却被一阵石语打断，问夏金周末有没有什么想做的安排。夏金一脸茫然，于是石宇给夏金介绍了几个恋爱活动。夏金说可以的，但是陨石说他有些不寻常的想法，于是想着可以去济州岛玩个2天1夜的旅行，突然又觉得那里应该有很多新结婚的夫妇。算了，夏金问他这和新婚夫妻有啥关系吗？石宇说他觉得很紧张，而结婚是爱情的终极目标，这意味着你将失去生活的质量。这时夏金发现了石宇害怕结婚，然而开会的时候他还是会跟石宇有眼神交流的。而戚俊看到了这一幕，会议结束后，等一下他约夏金出去聊聊，你和李石宇在交往吗？夏金让他赶紧滚蛋，我走开。夏金快步离开，表现得很冷静。他迅速逃离现场，回到办公室后，马上给石宇发个消息，表示两人交往的事都被戚军知道了。于是两人不停地在敲打着键盘，还时不时对一下眼神。他们不晓得的是，这一幕刚好被八卦小迷妹秀珍看在眼里。仔细观察，这个男人神神秘秘，一看就知道闲得没事干。真的是这样，他看到前女友上了其他男人的车，于是就加速追了上去，确认两人到达目标地点。他赶紧将车停好，不料刚下车就踩了狗屎运，忍不住抱怨。但是夏金快要离开了，没时间顾那么多了，马上追上去。而这时夏金突然来了一个回马枪，把他气吓得赶紧躲开，捂住嘴巴，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于是他想拍下证据，可摸了摸口袋，手机却找不到，原来刚刚放在车上了。阿西巴他不得不回去拿手机了，真是没有办法。刚刚回来就看见自己的车被拖走了，这下真是偷鸡不成18米了吧。而这边两人已经到达了露营区，夏金想要看看天气气象时刻，不料因为山上没有信号，却上不了网。于是石宇打电话给申主任帮忙查看气象，申主任说济州现在正在下小雨。夏金又编了一条信息给石宇，两个人之间的互动，但是被申主任发现了。沈主任拿下眼镜说，这些你们就别管了，专心约会吧。但两人在约会时还是很担心天气的情况，于是夏金又拿出手机打算查一下。石宇马上阻止了这种行为，不要玩手机，我们出去约会的。接着夏金亲自下厨做好吃的，而石宇就在一旁拍下这美好的一幕，他们享受了一整天的快乐。另外一方面，倒霉的器具收到了一张罚款通知单，回到家后还被盘问，这么狼狈是去哪里了？戚俊无奈地说自己有个事要去确认一下，于是两人为这个问题又吵了一架。找到合适的伴侣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，选择了错误的伴侣每天都像是清明节，所以找对象要先搞清楚对方的情况，否则他们会很惨。渣男问妻子为什么要跟那个男的分手，却选了和我待在一起，连我都觉得他人品不错。刘静直言不讳地说，你是第一个要和我结婚的人。戚俊冷笑地说道，真是遗憾，好不容易结婚了，你才发现我是个没钱的人。难道你不想和我去领结婚证，也是因为这个才拒绝的吧？刘静无奈地说道，难道你觉得我在海领证是因为这个吗？那我就坦白告诉你吧，
自从我们结婚后，你就没有正视过我们之间的问题。你关心别人对我们婚姻的看法，现在又担心石宇和夏金在一块，你总是分心于其他事情，所以我现在不确定你还喜欢我。不气人的是，俊依然坚信自己是正确的，于是两人陷入了僵持状态。在会议室里，刘静问夏金是不是在跟石宇交往，他告诉夏金自己之所以放弃石宇，是因为石宇是不婚主义。夏金听到这话，吓得脸色都变了，想起来石宇之前的各种奇怪的事情。而另一边，石宇也在回想起季俊跟他说过的话。夏金不会真心付出，除非有结婚的打算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正在准备坐电梯回家。这时，夏金的妈妈也进来了，但两人好像不认识对方。然后发现他们在同一层楼，他们互相瞪大眼睛望着对方。当电梯门要关的时候，突然申主任也冲了进来。石宇忍不住夸赞主任是个黄金单身族，而旁边的金妈听到后，眼睛都放光了。进屋后才察觉儿子出现在了自己眼前，居然和两个大老爷们合住，这真是要被气死了啊！了解了两个人的情况后，查完户口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：年龄相差7岁。无所谓，夏金也赶回来了，跟妈妈解释一下，匆忙的就把妈妈赶走了。电梯里，妈妈还在嘟囔，突然冒出俩人，水电费就会涨，请务必告诉夏金，他们需要共同支付水电费用。走到马路边，又开始拐弯抹角了。你楼上呢？是不是你同事的单身男生？夏金赶紧让他坐车，但妈妈坐在车里，还是很担心沈主任。现在年轻人结婚的重要事情，真是让爸妈担心死了。另外一边，老王也开始传闻沈主任的八卦了，说他虽然有点冷淡，待人接物也不够周到，但他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新郎选项了吧？石宇听了这句话后就生气了，立刻提出了反驳。沈主任和夏金完全不搭，兴趣爱好都不一样，皆无法产生火花。雨欣此刻开始清心，当你知道对方不想结婚时，你还会和他继续在一起吗？夏金听说石宇不相信婚姻，于是夏金主动联系了石宇。为何不结婚？石宇表示觉得那东西不适合自己。为什么恋爱时必须结婚呢？而且一旦结了婚，就感到被限制的感觉，只会让自己感到很累，不想让意中人伤心，带着沉重的背包。夏金不明白为什么家人突然就变得冷漠了呢？石宇的父亲你也亲眼目睹了。于是他决定终身不婚。石宇问夏金是否非常失望，夏金摇了头，表示不同意。对于只谈恋爱不结婚这件事情，我从没想过不结婚的事情。我们到底能在恋爱结束时得到什么呢？都说恋爱没有结婚的目的就是耍人，这种海王一旦开始就不会分手。过年在这里过吗？晚上他们俩都陷入了这段毫无进展的感情中，思考难以入睡。第二天去上班时，夏金碰到了她的前男友，问她现在结婚后的生活怎么样了。七俊长长的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本以为只要两个人喜欢就可以了，顺利不行，正好相反。实际上不是那样的，结婚后要操心的事情多了不少，有时候会很烦，因为小事。总的来说，两个人合租，你会自然看到对方的所有不足，而彼此理解包容的过程并不简单。”夏金听完后也有了明确的想法。另外，石宇也碰到了前女友。当初你对我说不准备结婚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想的呢？听了有什么感觉？当你意识到这段恋爱并不是为了结婚，是突然发现我们没有未来，在一起还不如早点分手，找新的。听完之后，石宇也开始感到不安。回办公室，发现夏金在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了他曾经说过的话。回家的时候晚上，没想到夏金妈妈竟然在电梯门口神秘秘的，于是就把她带回了家。这时夏金刚好回来了，她吓了一跳，妈妈又来了。妈妈说：“这里没什么金币了，我带了一些小菜给你送。”小菜只是个幌子，记忆的目的是让姐姐去找申主任帮忙牵线。夏金妈妈在楼底下帮忙，但他们没料到的是，姐姐和申主任已经相爱了。夏金正准备让妈妈离开，妈妈不小心说错话了，露了马脚。妈妈穷困潦倒，匆匆尾随安慰金妈，告诉她不要担心夏金。夏金生气时说了一些不合适的话，妈妈大失所望，然后离开了。石宇回到家后，为什么夏金刚刚要声称自己是不结婚的人？第二天，局长要求夏金选择一名员工前往济州岛进行调研。夏金在办公室里打量了所有人一眼，做出了最终决定：你去吧。李石宇是特约记者，女人为了躲避男友不想结婚的心态，决定把他安排在孤立的小岛上。夏金说他工作时总是很小心，给足够的时间让石宇考虑下再回复吧。从石宇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很高兴，但他心里已经悄悄流泪了。没想到的是，局长告诉石宇明天就得动身了。夏金还以为要到下周才去，请局长给石宇一些时间准备一下。石宇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局长：
明天我可以走了。夏金问石宇为什么，立马答应了。石宇表达你总是不和我约会，只要留下来也没什么用，那我还不如干脆去那边工作。但夏金想和石宇再待2天，于是打算再找局长聊聊。夏金觉得肯定有误会，于是吴主任建议晚上一起去吃饭，为石宇付诸实践。夏金立马答应了，但是石宇却没法高兴起来。夏金悄悄地跟上，询问石宇怎么又不高兴了。石宇无奈地问我为什么又这样说，我什么时候不高兴了？自从你把我派往孤岛之后，我一点不难过。夏金反问石宇，你这小孩今天吃什么辣东西了呀？我不是小孩子，我已经长大了。喂，我是气象部门。石宇说，我知道你想把工作和恋爱分得更清楚一些，我也知道你的观点，我也会尽力配合你的，毕竟我们之前有约定。不过我就是我自己，不是你前男友的韩七俊，因为他之前伤害了你，我也觉得我是那样的人，所以我不敢公开我们的关系，而且你也别总是把我和他相比较，这会让我很不开心。我是单身主义者，但是我真心对你有感情，可你总是让我们的关系不温不火的，这样不如让你重新考虑我们的关系。刚才原本约好所有人一起吃顿饭，积极实践来的都是一群女生。此时石宇和夏金妈妈正在一家餐厅用餐，金妈问石宇，我走后夏金有没有说什么？石宇说一切都好。金妈说夏金突然告诉他是不想结婚的人，金妈就感到很紧张，没再逼他。金妈正想说楼上那个申主任的时候，可惜被夏雨打断了。夏金或申主任完全不合适，从他们的兴趣来看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相同的。但金妈觉得可以等到结婚后再适应配合，不屑一顾，要让夏金和申主任在一起，不管怎样。而石宇坚决告诉金妈，他们俩绝对不能在一起。你为什么这么果断？你凭啥说不行？石宇看起来糟糕透了，于是马上转换了话题。三人还在等着石宇。吴主任说他们不来就好了，那我们女生一起聚个餐吧。夏金认为这个主意不错，于是老毕就喝了一打高度的烧酒。这3个女人一起唱了一台戏。结束后，大鱼完结后，吴主任不得不给石宇打个电话，让他去接夏金看。刚才下雨了，于是夏金说出了心里的话，说自己也很想跟你谈一段好的恋爱，但是只能在适度范围内喜欢一个人，喜欢有适度挑战感的事情，一旦跨过那条界限，我就会感到焦躁不安，会变得陌生，所以自己就只能一直保持中庸的状态，让石宇独自前往孤岛，并做出抉择，是否还要继续这样冷淡对待我。第二天，当夏金再次睁开双眼时，石宇已经登上了飞往孤岛的飞机。可能我们都需要冷静思考一下，有些事情就是命运不公。夏金接了个电话，听说石宇出事了，请问现在是谁打电话来的？请问哪家医院可以接收我有意外怀孕？夏金 C 此刻完全呆住了，有个吸血蚂蚁的爸爸真让人舒服。男人得知儿子外出时发生了意外事故，他完全不在乎儿子的病情，但他却闯进了气象厅制造骚动，嘴里一直嘟嘟囔囔说要找这里的负责人。夏金及时赶到了，我就是李诗雨的领导。知道夏金是负责人后，于爸开始演出了。知道我儿子受伤的消息后，我很担心，有多害怕，一片乌黑一片。夏金说我们换个地方聊聊，但是于爸不仅不愿意走，还动手打保安。当所有人束手无策时，气势汹汹地上前警告他，如果继续这么闹的话，你知道会有很大麻烦吗？于爸见过各种各样的风风雨雨，反而还大喊着说我儿子特别重要，他是我独一无二的儿子，而且还是相称奶奶很凶。然后又盯向夏金，公开了石宇和夏金的秘密恋情。夏金紧紧握住拳头，很想一拳揍死他。此刻现场气氛非常尴尬，赶快叫戚俊来，让宇爸出去谈话。局长跟宇爸说了，石宇已经安全度过了风险时刻。于爸听了这话就生气了，那就不赔偿吗？于爸指着局长的鼻子说道，别想着把大问题变成小问题，小问题变成没问题，这个招数对我没用，无论如何先把赔偿款付了。夏金刚刚进来了，于已经没事了，只是眼睛有点小伤，可是于爸没有拿到赔偿款，还是不打算放弃。这时夏金提议明天和我一起去孤岛吧，好不好？先看看你儿子的伤是怎么样的，再来谈一谈之后的赔偿金额。终于安静了。另一方面，戚俊也得向领导请假去孤岛，但领导拒绝了。戚俊只好坦率地说妻子走了，这次真的关乎到婚姻是否能继续下去，无论如何都要请假去，因为他如此忠诚，领导只能同意了。于是夏金带领着3个人一起去孤岛。这个令人作呕的老爸一直睡得很熟，一点都不担心儿子。经过漫长的旅途之后，夏金终于见到了受伤的石宇，两人深情相拥在一起。而这时候，令人作呕的爸爸突然进来了，询问石宇已经发生了什么。
自称伤势比预想中更严重，这可得花上5000万才行啊！石宇问爸爸来这干啥？老爸假假的说道：听到你出事了，我不可能袖手旁观，让石宇在这里放心治疗，让我来处理赔偿事宜。爸爸问宇还有哪里受伤，这样才能得到足够多的赔偿款项。听到这个强硬不讲理的父亲，石宇终于要发怒了。就在这时，医生走了进来，刚带宇爸出去，夏金安慰了石宇，他肯定是因为担心你才会这样。石宇无奈地说，他不会担心我受伤，专程来找他。儿子大声向夏金喊道，你不该带他来这儿。宇爸听医生说，石宇的眼膜只是轻微受伤了一点，突然就有点不开心了，因为赔偿金很快就要泡汤了，让医生写更严重的病情描述，只要这样才能拿到大笔赔偿款。这一幕恰巧被旁边的戚俊听到了，而另一边人们纷纷吐槽宇的爸爸，告诉夏金，宇爸爸就像是一个吸血虫，尽管石宇不喜欢他，但是无论怎么努力，甚至连父子关系都无法断绝，也没有任何效果。对于石宇来说，可能只是个噩梦。突然宇爸走了过来，夏金打算如何处理赔偿金？威胁夏金医生刚刚说石宇可能会变瞎，如果你们不赔偿5000万的话，我从不轻易退缩，如果敢有什么小伎俩的话，我就在网上分享这个消息，这样的话你和局长至少有一个会被解雇吧。看见一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性，旁边的气质高的人忍不住走过去跟宇爸聊天，谈一下关于赔偿金的事情吧。戚俊想要把宇爸拉出去谈话，然而宇爸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他。宇爸还毫无顾忌地威胁他们。刚刚出门时下雨太厉害了，他试图硬拉父亲离开，还是成功让老爸解脱了。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，石宇说，这是个绝佳的机会给你，对我来说就是个噩梦而已，并问他这次你财产增加了，有什么计划？地博是假的，地太狠心了，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，遇到这么个父亲真是倒霉。石宇瞟了夏金一眼，急忙转身离开。夏金看到后就迅速追赶了浴霸，走之前指着戚俊说，明白了，我要5000万韩币。走近时发现没人了，看起来你不是特地来找我的。看到好吃的一声不吃，气喘吁吁的转身就走了。另一个方面，夏金冲上去扯住石宇说，抱歉，我没有提前告诉你，就把你带过来了。这时宇插嘴说道，有些事情永远不会发生的，我和我爸的关系是无法改变的，现实就像你就是你，我只能是我，所以我也认真考虑过，我觉得我无法实现与老板和年轻员工的办公室恋情已经被揭发。而金妈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两人惊讶地看着妈妈走出房间。妈妈平静地说道，早就觉得你们俩有点奇怪。夏金马上跟妈妈解释清楚，这都是误会了，妈妈早就知道他们不会承认错误，所以连证据都准备好了，得从几天前开始说原因。夏金问石宇在船上什么事？我们分手后还能有好相处吗？石宇问夏金，你行吗？夏金惊呆了，可以的吧？一定没问题的，那我们就和平分手吧，怎么样？两人以为办公室恋情结束了，但是没想到他们俩已经在一起了，被气象厅同事们传得沸沸扬扬了。这一天下着雨，我正在吃饭，老王震惊地走过来说，听说你和陈夏金科长走得很近啊。周围的同事都在谈论这件事情，这让石宇吓得一脸懵。随后石宇狂奔冲到了夏金家，告诉夏金了这件事。就在这时候，金妈走了出来，把两人吓坏了。妈妈早就觉得他们有问题了，夏金还打算解释这是个误会。妈妈看着两人离去，泪水不禁流下，然后她掏出了两人亲密的照片。现在他们完全说不清楚了吧？夏金被妈妈查户口时，妈妈问他妈妈是做什么的，但夏金完全不配合。妈妈，这事与你无关，怎么了？但妈妈完全不相信，认为夏金在骗她，担心自己阻碍了进展，并说明他的职位比你低。虽然有点不满意，但他毕竟比你年轻，那种小问题我还是可以容忍的。他上的是哪所大学？第二天，石宇听到了同事们各种评论，连吃饭也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。确实，办公室内的恋情也太刺激了吧。另外一边的夏金也成了同事们的话题，甚至连日常的工作报告都也可能跟这个事情有关，一直在谈恋爱，当然没时间操心这些，连旁边的同事都看不过去了。老王立刻站起来说，你老婆最近还好吗？向大家说明他老婆是我的晚辈。这时候吴主任也发言了，他们可是搞了一场办公室恋情，相当火热，老王还取消他。当时整个气象厅一片混乱，男人生气地转身逃走了。夏金说，没必要那么做，我只是想让他丧失点斗志，看你有没有胆子再乱说话。其他同事都同意老王的做法，公司有别，在会议上批评别人的情绪是不合适的。夏金看到大家误会越来越严重，想告诉大家我和石宇分手了。正当我说到一半时，突然下起了石宇，帮我改改句子，以后多多帮忙一下。大家立刻明白，当然是了，但你们也别太恶心就行。
夏金问石宇刚刚发生什么事了。石宇建议我们暂时保守分手的事情，我不想看到他们刚开始交往的消息。现在得向你们宣布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那些喜欢闲聊的人肯定还会胡思乱想、猜测。为了避免传闻传播，所以我们就暂时装作在一起吧。是因为我吗？气象局里一个大男人居然为了一点小事打一下那个瘦弱的女人，低的是人做的吗？旁边的伪男友看不过去了，虽然他们已经友好分手，但石宇看到夏静被欺负了，毫不犹豫地上去教训了那个男人。但想不到崔科长太没耐心了，一拳就打到底了，大家都吓傻了。这边的老王也倒霉了，本打算开心的回家给女儿过生日，没想到气象厅里一团糟了，被堵住，只好掉头。但这个转变，媳妇总是抱怨不停，等着走了。这边的崔科长只是轻轻受伤了一下。崔科长正在狠狠训斥石宇，因为他一直犯错误，但是同事们忍不住了，你怎么不立刻站出来说你先动手的呢？而石宇就是为了阻止你的，我不是故意伤到你的。现在你却先说我坏话了。崔科长不高兴，把过去的事都说出来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说石宇动手了，之前还和韩继俊大打一架。夏金走上前说，你想找人出气就找我，请不要刁难我的下属。崔科长立刻发飙了，好在老王及时回来了。别闹了，老王很生气地骂了一顿。崔科长，你为什么要生气呢？之前你也多次否认了我的预测，我无所计较。你作为一个前辈，不仅不相信年轻人因为自己的预报被拒绝了，就来这里玩，爽翻天。那个科长是个女的。老王很严肃地告诉了崔科长，夏金是2组的科长哦，和你的级别一样，现在都几10年了，你是不是连对女性表示尊敬都忘记了？突然气象图不一样，就像夏金2组人员预测的一样，这把崔科长整得火都没了。夏金把石宇带到医院门口，告诉他爸爸住院了，具体情况是什么不清楚，他问问医生就明白了。当石宇听说他爸爸得了末期癌症，来到父亲病床前，忍不住掉下了眼泪。此刻也有警察来了，说宇爸被指控以假车祸来勒索，来抓他。夏金来安慰他了，因为还有些检查没完成，所以警察没有得到医生的允许，无法抓住他。前不久石宇听说他爸得了 A 病，这已经让他很难受了。可是又听到了一个坏消息，我听说我爸骗人了，是警察告诉我的。他看起来无所谓，但是在一个人的时候，自己还是自责。石宇到公司办理住房租赁手续，这时候遇到了同样帅气的小伙子，他们尴尬地对视了一眼。接着戚俊听到同事说夏雨要结婚了，想知道夏金是不是未婚孕妇。很快速，这事公司内转开了。夏金现在来奶茶店了，点了一瓶柚子茶。他的同事问他为什么不喝咖啡，夏金就是想尝尝这个。这时同事立刻明白了，更确信夏金真的怀孕了。会议结束时，同事们纷纷过来祝福夏金，可是夏金却显得一脸糊涂。然后戚俊跟夏金说了事情的经过，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夏金回办公室找石宇。申主任说石宇去接电话了，然后就问夏金是不是真的未婚先孕了。夏金非常无语地说，都是他们捏造的，我没有怀孕，和我要不要结婚没有任何关系。来解释一下石宇的租房问题，希望你们别想太多就行了。看到同事们都很八卦的样子，有点惊讶，夏金只能将真相说出来了。我和李诗雨分了手。而石宇正好听到了这段对话，夏金走到石宇身边，嘀咕道：“我们不必再继续表演了。”吃饭的时候，戚俊走了过来，拿出手机，我要给夏金看个很棒的东西。原来这是戚俊和刘静宝宝的心跳声。夏金感到吃惊，夏金为何要做到那个地步？真是气氛紧张，你完全可以不在大家面前放石宇。而这边的石宇得知爸爸悄悄出院后，于是四处找爸爸，找了一整天也没找到爸爸的影子。他坐在公交站台伤心的时候，突然我爸给我打电话了：“你现在在哪呢？”父亲说：“我在哪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好好挽回夏金吧。你虽然没能遇到好爸爸，但最起码找到了个不错的人。”石宇一直劝父亲去治疗，但是爸爸还是毫不留情的拒绝。石宇表达：“你至少要尽到父亲的责任才能，如果你还是个有良心的人，给我留下些美好的回忆就好了。所以之前你就待在我这吧。”听完这些话，一直冷漠无情的老爸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。一个人犯错没关系，关键是要认识到错误并及时改正。金妈听到了石宇的对话之后，金妈问石宇：“你知道世界上最离谱的话是啥吗？因为感情而分手。既然喜欢对方，为什么还要分手呢？就目前来看，你对我女儿的爱还不够。”石宇表示不同意，我怕我会给她带来麻烦，所以提出了分手。没想到他会马上就同意分手了。当时我也感到非常伤心。金妈说：“那你应该努力挽留他。人一生有几个阶段，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是太烦人了。所以嘛，年轻人要懂得把握现在的一切。”然后妈妈又找到了夏金，把和石宇聊的事都跟夏金说了。
帮夏金抓住爱情，别让他被风吹走。夏金站在窗户旁边，想起和石宇的点滴往事，另一边想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因为爱情而来到小酒馆，也回想起两人美好的时光。而雨终于明白过来了，他快速地跑向夏金家。夏金好像听到了石宇在召唤他，他驾车直奔石宇去。他下了车，望着天空飘落的鹅毛般大雪，好像上天都在帮他。此时雨点也在他的背后落下来，他们在大雪纷飞的情况下进行了对话。我好像真的超级喜欢你。最终他们俩也被爱情所打败。虽然恋爱总是那么折腾，但最后总是美好的。